是。董事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 Bernison 公司的代表 Ben。This is our Director of Board, Miss Yu Jing。很高兴认识你，我也很高兴。请坐吧。As Mr. Chen is the sponsor for the current purchase, we should allow him to begin with today's negotiations. 很高兴能够成为这次收购案的参与者。从一开始到现在 ，Bernison 公司对我们星辰都给予了很高的市场价值。现在大家手上拿到的，一份是 Bernison 公司对我们的收购意向，另外一份是股权转让协议。Bernison 公司会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在座各位股东手上的股份，请大家做出谨慎的思考，并且做出明智的选择。什么时候了还帅？在他们手底下可没有。怎么的？你还想生个？哎，薇姐，你休假回来啦？你们又在聊什么呢？哦，那个陈经理带了一帮意大利人过来，好像是要说收购咱们星辰公司。收购公司啊？在这个社会里，你没有权利就没有话语权。你没有权利，你就永远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每天只能忍受着生活带给你的不公平。我只再需要一点点时间。我们的城堡正在建立，再给我一点时间，好吗？星辰大势已去，而伯纳森集团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在国外更是拥有数十年的建筑经验，并购之后一定会大有前途。我同意收购。好，我也是，也同意。星辰是我一手建立的，我不同意收购。董事长，我有必要提醒您，按照董事会的章程，当董事会中有超过一半董事都同意收购的时候，在投票阶段，您作为董事长是没有反对权的。陈校长，你怎么能这样？曾宇，星辰集团遇到工地丑闻以后，股价大跌，人人自危。现在的星辰集团早就已经不是当年鼎盛时期的星辰集团了。我也是顺势而为，如果没有伯纳森公司出手相助的话，现在这个公司早就已经不复存在了。我相信你也不希望看到由于董事长亲手创立的公司成为过眼云烟吧。大家别太担心了，结果还没下来，要对自己有信心。曾小姐，好久不见，有时间我们喝咖啡。好。好。喂，你认识他吗？董事长昏倒了，救护车都来了，看来公司这次真的要被收购了。陈经理，我有话想跟你说。如果你想说的是今天早上发生的事，那就不必了。没错 ，Bernison 公司确实要对星辰进行收购。你是早就知道了，还是说原本就是你计划好的？有什么区别吗？我真没想到你能狠心到这种地步。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薇薇，这件事情是公司高层的事，和你没什么关系。不过我个人可以向你保证，即便收购成功了，
你也仍然可以做你的设计师，而且将来你会有更多更好的选择。你知道收购星辰意味着什么吗？星辰是每一个学建工行业学生的梦想，每一年都有成百上千的学生像我们当年一样想要进入这里。可是星辰如果被收购了，那就意味着他们的梦想破灭了。你能明白吗？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进入星辰，他们还没有进入职场。星辰这棵大树的树心早就烂了。星辰还没有到不可救药的时候，收购也不是唯一的选择。现实就是这样，不破不立。星辰陈旧的制度，还有公司那些毫无用处的员工，是时候该改变了。你什么意思？收购之后，你还想裁员是吗？只有砍掉那些毫无营养的枝干，老树才能焕发出新的光彩。我是为了星辰辛辛苦苦工作了这么多年啊！我一毕业就在星辰工作啊！我下过工地，我住过地下室，我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含辛茹苦，一步一步才做到这个后勤部主任的位置上的。现在公司说裁员就裁员啊！公司的良心何在呀？我把一辈子的青春都奉献给了星辰，虽然我是做过一些偷偷摸摸、见不得人的小事，可是这是我能想出来的让这个大公司生存下去的唯一的方法。我对天发誓，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星辰的事情。可是现在，李姐，你就先别哭了。薇薇，咱公司被收购之后，真的要大举裁员吗？我们都得走吗？我们这么辛苦才进入星辰，为了公司付出这么多，陈经理说裁员就裁员，这对我们不公平。自己别瞎对号入座，也就裁一些老弱病残，谁说裁你了？什么？我为什么就成了老弱病残了？行了，你们少说几句吧。虽然李姐平常不招人喜欢，说话又尖酸刻薄，但是你们不觉得她现在太可怜了吗？太可怜了！可可，你就别凑热闹了。好了好了，大家都振作一点。星辰现在还没有被收购，就算星辰真的被收购了，只要大家的名单还没有出现在公告栏上，没有告诉你们必须要离开星辰，那我们就都还是星辰的员工。我们要一起陪着星辰奋斗到最后一刻。薇薇，我从来没像现在这样喜欢过你。我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护你们的。要是最后星辰真的被收购了，我们也不得不离开。那我们也要昂首挺胸的离开，好吗？好，好。埋下了大乔的残骸，铸成这一枚枚小小的戒指，颁发给每年工程学院的毕业生，并且规定这枚戒指只能戴在小拇指上。
就是想用它来提醒每一个工程学院的毕业生，你是一名工程师，你写下的每一个字，你在图纸上勾勒的每一个线条，都不代表你自己，它都关乎于千百万人的性命安危。喂，可可，你把去年的那个财务报表拿来我看一下。好的。董事长，您恢复的怎么样？我没想到你心机会这么深，趁着去意大利这段时间，你竟然联系了这伙意大利人。您错怪我了，我和您一样，都想保住星辰，只不过我们选择了不同的方式罢了。您还记得上次我跟您提出解体周区位置的时候，您给我的鞭策吗？你来公司有1年了吧1年半了，董事长。哦，1年半了。从我认识你以来，我就知道你很有想法，很有能力，也很有魄力。这些我都很欣赏，但是你还很年轻，很多事情不能太急功近利。你有野心没问题呀，我也很喜欢，但是只靠心机和能力是远远不够，要通过时间。我相信通过时间的磨练，你不仅能力上会提升，威信也会随之提升。你觉得呢？我明白。我不希望当初我特批你进公司来是个错误的决定，因为毕竟一个男人通过女人走了捷径，那很多人对你的能力会有质疑的。你懂我的意思吗？董事长对我恩威并施，我当然明白。你答应我的誓言呢？你给我的承诺呢？你不是说要照顾小玉吗？董事长，我很感激这么多年来曾玉对我的帮助。今后只要他开口，我一定会尽我最大努力帮助他，也算不辜负我对您的承诺。
你来干什么？我来看看董事长。这里不欢迎你，请你出去。董事长，作为您的旧部，我还是想劝您一句：以现在的状况和您的身体，您应该远离这个是非之地，找个地方安度晚年。曾宇，我刚才已经跟董事长表达过了这些年我对您的感激。以后只要你张嘴，我会尽我一切努力帮助你的。这是一份有关地下室的改造项目。虽然它是一个盈利很低的公益项目，但好在它的投资不是很高，而且我相信它能够很快的挽回星辰在政府心目当中的形象，还有业内的名声。我觉得现在启动它是最好的时机，所以我想来征求您的意见，可不可以用星辰员工住的地下室作为样板间来启动这个项目？星辰现在都到这个地步了，你还拿什么地下室改造方案出来？郑威，你脑子有问题吗？只要星辰一天没被收购，就还是董事长说了算。董事长，我希望能得到你的认可。你真的以为做成了这个方案，星辰就能改变现状，你就能阻止星辰被收购吗？我不知道最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我只知道我是星辰的员工，我想要守护星辰，还有星辰陪我一起奋斗的同事。董事长，这是我守护星辰唯一的办法，也许在你们看来微乎其微，但是我还是会去做。我希望您能给我一次机会，让我试一次。来啦！哎，这是干什么？搬家啊！终于下定决心和我静薇双双把家还了，是吧？太好了！想得美！我要搬去一个比你那儿更好的地方。哪儿啊？为什么？你没听说过呀？女朋友可千万不能搬到男朋友家去住，要不然的话，到时候我们要是分手吵架了，你把我赶出来，我一个人这么弱小的身躯搬着这么一大堆行李箱，多可怜啊！我才不要。哎，你是不是言情电视剧看多了？你没病吧？一定要这么小心翼翼吗？这就是成年人的感情啊，要放在天平上小心的计量。你给我几分，我就还你几分。看来病的还没那么严重啊，最起码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好啦，既然你都来了，快帮我搬家吧。好嘞，来，大王带你去巡山了，走吧。东西还没拿呢。啊，好，来，我拿这个重的啊。还有那也挺重的。好嘞，出发啊！搬家啦！走了，走。走。来，拿书包。哎呦，双蹦走。哎。
又搬回这儿住？嗯，这就是你说比我那儿更好的地方。对呀、一阵。楼下坐地铁呢。这楼下有地铁，能睡得好吗？我早就习惯了。我跟你说，我现在要是没坐地铁，我都睡不着。走，进来吧。这儿能住吗？至少你给我个住在这儿的理由吧。星辰现在一蹶不振的，我想通过地下室的改造，来换回星辰的声誉。星辰不是要被收购了吗？业内已经流言四起了，又说于董事长养了一个白眼狼。来，过来帮帮手。小心啊！其实啊，剧场项目之后，我也觉得挺骄傲、挺自豪的，就是觉得好像缺少了点什么。一直到我发现了那个策划案，我才突然明白，原来我学建筑设计也并不只是为了名利，我想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所以啊，后来我做了探访、研究，还画了设计图。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做好这个项目的，并不只是为了星辰，也是为了实现我自己的价值。说完了吗？我的大梦想家。哎，谁说你丢掉年少时不计代价去爱的勇气了？我现在就已经看到你身上有闪闪发光的光环。好了，马屁精，快收拾东西，走。好嘞。我跟你说，你得赶快把手机放到这儿来。这个地下室的信号可不好了。哎，你一个人能住这儿吗？当然没问题啦。我告诉你，你不在的这几年，我生活的好着呢。这以前可是我的家。哎，要不我搬过来住吧，正好可以捡回那几年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光。那几年的时光早就被狗吃了。哎，我跟你说啊，这个地下室阴冷潮湿，鼠宝就交给你照顾啦。哦，鼠宝，鼠宝，你乖乖在爸爸家住2天啊，妈妈有时间就来接你。爸爸妈妈，我喜欢这个新名字。看来我离我人生的目标有进一步了。行了没？哎呀，我怕痒，别别别，怕痒的。你这是干嘛呀？哎呀，我看你啊，你买的那东西啊，质量都不行，我就买了些新的，都是最好的。来，你看啊，有这个啊，奶瓶，还有这个玩具、小衣服、小被子。哦，对了，这要生男孩啊，肯定会喜欢小汽车；这要生女孩呢，就喜欢洋娃娃。哦，对了，还有这个防辐射的裙子，对孕妇啊特别好。陶宇，你是发了吧？买这么多东西？没有，也不算发，就是赚了一点小钱吧。小钱？张开没跟你说呀？他不是给我介绍了一个什么饭店老板吗？用了我的设计，算他有眼光。你怎么了？这是？于轩，哎呀！孩子会没事了，咱们到医院了啊！已经到医院了，你挺住。
啊，我们现在初步怀疑是宫外孕，孩子是肯定保不住了。孩子保不住了，孩子是保不住，但大人我们会尽力抢救，这点你放心，不要紧张。包大人，包大人。老岳，怎么样？医生说他是宫外孕。老岳，没事的啊。医生，他人怎么样了？人没事，但是因为大出血，左侧输卵管切除了。没事就好，人活着就好，人活着就好，人活着就好，活着就好。娟儿，你醒了？你在医院？我的孩子呢？娟儿，你听我说，娟儿，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会在你身边，啊。你大出血了，是于老师把你送到医院，是宫外孕。你哭什么呀？我的孩子，你他妈哭什么呀？是啊，我哭什么呀？又不是我孩子，我哭什么呀？可我忍不住，我忍不住。你告诉我怎么忍？你知道吗？从来没有一个人让我感觉到这么需要。我感觉他就是我，他就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我都给他设计好了他的未来。我真的感觉
我真的感觉他就是我孩子。我都没来得及给他当兵，我都给他起好名字了，我正要跟你什么名字啊？利息36趟，第24，大喜，春水初生，春林初生，春风时，不如你。真好，真好。I announce that from this moment, Mr. Chen Xiaoteng, Bonasen's delegate, will take charge as Tom Fan Xinzhen's vice president. Thank you very much. 为什么呀？是呀，为什么辞退我们？为什么呀？就是呀，为什么辞退我们？要不然也太过分了。这真的太过分了！我居然排在第1个，这下可真玩完了呀！我不想离开，为什么要辞退我？我舍不得你们，麦姐，我舍不得你们。他不能辞退你们。我现在就去找陈校长，等我。你回来了？你知道我要找你。不，是我在找你。看看这个。直截了当的说吧，你可不可以不要辞退他们？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没有再讨论的必要了吧？也许意大利人做事的方式你不太了解，在公司的任何一个员工都应该对这个公司有所贡献，这不也是我们星辰改革的原因吗？可是他们每一个人在进星辰之前都是经过千挑万选的，你又怎么知道他们没有做出贡献呢？如果他们在公司的贡献就是每天看热闹、嚼舌根、聊大天儿，那他们还是不要在这个公司了。对不起 ，Bernison 不养闲人。好了，我们不聊这个了。来，你看看这个。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我们的城邦马上就要建立了。现在，我终于能帮你实现这个梦想。2020年世界园艺博览会的这个项目，我打算让你参与并且设计。你不是一直想当个设计师吗？好啊，现在就是个全新的开始。我终于可以帮你实现这个梦想。
成副总裁。对不起，我自己掂量，我没有这个能力。我只想做好我的地下室项目，怕是要辜负您的厚爱。可可，我后脑没事啊，不就份工作吗？可可，以后不要再这么没心没肺了，你知道吗？喂，李姐，你一定要照顾好身体。要是有什么困难的话，你随时来找我。谢谢你，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这次我真的有一句话是发自肺腑的，我要是有亲弟弟，我一定把你娶回家去，咱们做一家人，微微。一个时代就这么结束了。我觉得我在这方面还挺有天赋的，所以本少女现在已经决定了，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祖国的土木工程事业做出杰出的贡献。我看你呀，说了这么多，讲的那么好听，就是想和你们家陈孝正一起去东方星辰吧？不好意思，我们不招收女性。啊，我知道，没关系，我就是放在这儿。每一个学建筑和土木工程的大学毕业生，如果没有在工地待过，就不算真正掌握了专业技能。这样的生活，才让我感觉到，我每天都在努力，离我做设计师的梦想更进一步。我不知道我以后会干什么，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成为设计师。但至少在我做土木工程师的每一分每一秒，我都为我自己的工作骄傲，我为我建设的每一栋大楼自豪。放心吧，我一定会坚持到最后。啊，请进。坐吧。快出院了吧？医生，我想问一下，我左侧输卵管切除了，会有什么后果吗？
你的左侧整个输卵管进行了切除，这对于你的生育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即使还有右侧的输卵管，但是以后受孕的几率会大大的降低。即使怀孕，也会使得宫外孕的几率增加。那我以后还有可能生孩子吗？那就需要保证右侧输卵管功能的正常和其他生殖器官健全，不受病菌的感染。但你现在检查报告显示，你右侧输卵管堵塞，情况不是很乐观。等很久了吧？没有。对了，刘玉娟怎么样了？一会儿咱们去看一下就知道了。像她这种情况，心里肯定特别难承受。我一个很熟的心理医生已经约好了，今天晚上一块儿去于老师家跟娟聊一下。心理医生？微微，小北，娟儿和你在一起吗？没有啊，怎么了？我们下午去医院找她，她自己出院了。我们在于老师这儿等了她3个多小时，她都还没回来。你别着急，我们这就去找你。好。怎么了？娟儿不见了。美娟，你喝酒了？娟儿，你身体都还没有恢复，你怎么能喝酒呢？你们都来了，走，跟我玩去。10年前2大校花，一个是清纯气质女人，一个是可爱邻家少女，一定很受欢迎。走，跟我走。刘玉娟，你疯了吧？是啊，是疯了。所以你们就离我这个疯女人远一点，我爱怎么活就怎么，你们谁也管不了。李维娟，你为什么要这么作践自己啊？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丢掉那个孩子？就是因为你太不珍惜你自己了。你抽烟，你喝酒，你熬夜，你毁掉了你的身体，所以你的输卵管才会堵塞，所以你才会宫外孕。是啊，我自作自受。我不是没有尝试过要安分守己，不是没有尝试过要好好生活，可是老天爷怎么对我？是老天爷不让我好好生活，所以我就这样破罐子破摔，就让我过我烂泥一样的人生。别闹，跟我回家。别哄我！别他妈痴心妄想！凭什么跟你回去啊？那是你的家，不是我的家。就算何意不要我了，我凭什么要跟你过下去？现在我没有拖油瓶了，我爱怎么活怎么活。你滚！好，我滚。跟我回去。帮忙啊！
娟儿，回去，闹什么闹？好了，大三闹到什么时候啊？你觉得你这样作践自己就能解脱了吗？那你为什么不死啊？死了一了百了。我们几个人为你伤心一阵子，总好过现在天天担心你吧？你懂什么呀？你凭什么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来指责我？你知道吗？医生告诉我左侧输卵管切除，右侧输卵管堵塞。我现在是一个不健全的女，我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孩子了。你们当时是我的角色，如果换成是你，谁做的？我怎么做不到？我当然做得到。你们不是一直想知道我为什么叫齐尔吗？现在就告诉你。你觉得现在的自己惨透了，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就在几年前，我到偏远的农村去工作，为了保护一些古文物，我被当地的农民关在了一个漆黑的土屋里，那都是一群愚昧无知的人。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让你跑着死啊！金雪老师，出去！老师给我带上，放我出去！给我出去！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多痛吗？我有多少无奈，多少恨，你知道吗？整整1年的时间，我尝试过逃跑，我反抗，我绝食，我甚至去攻击他们，可是一点用都没有。我只能苟活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下。啊！你还要跑？还要跑？来，起来，走走走，来，站着。别过来！别过来！救命啊！回来！救命啊！回来！回来！回来！啊！给我回来！啊！可是那样的我都坚持了下来。我脑子里有1000种、10000种自杀的想法，可是我一遍遍告诉我自己，我要活下来，我要救我自己，因为我要告诉外面的人，这里还有这样一群愚昧无知的人，我不要让他们受到和我一样的伤害，你懂吗？我最初改名字叫齐尔，就是想逃避这段过去。可是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越想逃避，就陷得越深。那段时间里，我每天晚上都在做噩梦，梦里就是我被关在那间漆黑的小土屋里，我怎么都逃不出去。可是我必须要靠我自己走出来。我不但要走出来，而且我要活得更好。李薇娟儿，这样的我都能走出来，都能重新站起来。你告诉我，为什么你不能？小北，对不起，对不起。小北，娟儿，老于对你的爱，你就真不知道吗？你冤枉他，他不恨你；你无家可归，他收留你；你爱错了一场，他接你回家。就算你被冤枉了，他还替你讨回公道。你说你怀了别人的孩子，他还替你照顾孩子，照顾你。你说他一个大老爷们又不是观音菩萨，他对你的心你就不懂吗？娟儿，你自己好好想一想，你还能不能找到一个比他对你更好的人？就算你不爱他，至少你跟他道个歉，不要让他伤心。去吧。还想什么呢？赶快追呀！快点，来，快去，去吧！你干什么呀？其实你说的对，我确实有些痴心妄想，被人撕开面具的小丑，特别可悲。嗨，你要干什么？你是不是想跳楼啊？李薇娟啊，李薇娟，你是我亲姑奶奶，你就别玩跳楼了，我心脏受不了。你不是要走吗？反正你要走的话，我也拦不住你。没事，你走吧。我也没什么，就是想跟你说两句话。那你说，你说。哎，你小心。从小到大，我想过得比别人好。我买过名牌，住过豪宅，见过酒醉金迷，享受过灯红酒绿。我一直认为，我只要留在沪江，只要衣食无忧，
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可是来沪江这10年以来，我最大的幸福，竟然是柴米油盐，在这间小隔断间和你一起生活过的日子。我任性，我自以为是，我胆小，可是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害怕过。因为认识你，我已经花光了我今生所有的运气。如果你要是走了的话，是不是再也没有人对我好？我不走，我不走了。我回来了，我把行李拿回来了，我不走了，我哪儿都不去了。你千万别跳下来，我什么都答应你。你不是想当好空姐吗？想当设计师吗？想当老板吗？我帮你，我求求你下来吧，我求求你下来吧，我什么条件都答应你。真的吗？真的，真的。我饿了。好，你等我啊。春风10里，50里，100里，运动会的800米，还有你炖的木瓜炖雪梨，芝士玉米粒，机智土豆泥，不如我们不妨想想冯唐的诗：陌上花开，青山碧水，不染红尘。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10里不如你。全都不如你。我知道你的前妻带着孩子跑，一直都想要个孩子。虽然我现在没有生育能力，但你会不会嫌弃我？我怎么会嫌弃你？我结婚。你是认真的吗？虽然我现在还不够爱你，那你愿不愿意娶我？朱小北，朱小北，怎么了？你刚才说的那些事情，都是真的吗？
如果我告诉你我是在编故事骗娟儿呢，你信吗？是真的。这是什么表情？轮到你可怜我了，对吗？你看到那些家家户户的灯光了吗？你看，和那些无数盏灯火组成的满目繁华，看起来好像每一盏都是幸福的，但实际上，每一盏的背后都是一段悲喜人生。我们都以为自己经历的这些已经是山崩地裂了，但实际上，这只是人世间的沧海一粟罢了。有一句陪伴过我日日夜夜的话，我现在送给你：势不可挡的黑暗，或有一往，但它永远也无法阻止清晨的万丈光芒。哥们儿，现在还冷吗？就这样，进来。周董，剧场项目马上就要开发布会了，这个项目暂时交给小杨吧。周董，这个项目是我一直在做，有什么问题吗？星辰被意大利伯纳森公司收购了，陈孝正当上了星辰的副总裁。林静，你还年轻，还是要以事业为重，不要把心思都放在小情小爱上面。周董，我明白您的意思，我会尽快把剧场项目的资料交给小杨。从今天起，我休假。林静，他为了一切放弃爱情，那我就为了爱情放弃一切。郑小姐，你的外卖到了。谢啦，慢走不送。想干嘛？这还不清楚吗？我无家可归了，求收留。
哎呦，我的小祖宗，赶快下来吧！你这万一摔了怎么办？来来来来，来喽！哎，架那么高，万一摔了怎么办？我没事儿，你去帮我买点吃的吧。好嘞。哎，我走之前，我们是要来个吻？别呀，嗯。别动。等我。快点回来。嗯。陈总，你好。郑威在这儿住吗？郑威，就在这个房间。这间。对对对，谢谢。这就是你想要改变的地方吗？你回来的正好，我刚刚眯着眼睛，你帮我滴一下眼药水。放开我！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我明白，这儿就是你的理想。可你为什么要跟我对着干？还把自己搞成这副样子？我这副样子怎么了？让陈副总裁见笑了。
我觉得这样没什么不好。我终于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现在觉得很开心。而你，永远都不会明白。你知道吗？这里是星辰工地员工住的地方。他们白天辛苦的在工地工作，晚上回到这里，因为潮湿的环境，没有办法睡觉，还染上了风湿。我只是想凭我的一己之力，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我只是想让他们在这个城市活得有尊严。我想要证明给你看，地下室的改造不仅仅是我的一个梦，它是可以真真切切实现的。郑薇，你真的是成长了，现在连跟我做报告都是一套一套的。你关心他们，我懂。可你能先关心关心自己吗？在这种潮湿的生活环境下面，你的腿怎么受得了？你为什么只有住在这儿才能实现你的职业理想呢？我把道路都给你铺好了，你为什么不能走呢？别任性了，好吗？跟我走吧。你问我们现在过的什么样的日子？好，那我就告诉你，我们现在过的最幸福的日子。陈校长，你从天而降到星辰，连你现在的位置都是靠走捷径得来。你根本不知道基层人吃了多少苦，遇到多少困难，这一切你都看到了。我不管他讲的是不是大道理，只要是微微的梦想，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帮他实现。林静，你不要在这儿演深明大义了。我问你，我们男人努力的意义，不就是要让自己最心爱的人过上更幸福的生活，有更光明的前景吗？那你就根本不了解他，你根本不知道他需要什么。也许我是不知道他需要什么，可我知道他不应该住在地下室。你知不知道他有严重的关节炎？你还让他睡在这里，这如果就是你所谓的幸福的话，好啊，林静，我瞧不起你。原来你就是那种道貌岸然、嘴上说着陪伴，但其实没有能力给自己心爱女人幸福的男人。我今天不允许你把他留在这儿，我要带他走。陈校长，我受多少苦都是我心甘情愿的，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陈副总裁，这个地方不适合你，你走吧。郑伟，我想过你会憎恨我，可我没想过你会这么对我。我可以选择离开，即便我不在你身边了。我也希望你好好的，一辈子不再受到任何伤害。
吃饭吧。面真好吃。那好吃就多吃点。啊，周董还约我1点钟谈事儿呢，我要先回公司了。你慢慢吃啊。こんにちは。안녕하세요。先生，忙呢。5升。50，你抢钱呢吧你？哎，啊，你怎么了？没什么，就是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男人。哎，你是上帝创造出来考验夏娃的苹果吗？你怎么在这？哎，我跟你说，哎，干嘛？干嘛？哎呀！这段时间，我们就像流落在荒岛的2个人，我们依偎在一起，相互取暖。我要谢谢你这段时间给我的温暖。从今天起，我希望你能好好的跟过去告别，找到一个真正跟你有缘分的人。好啊，承你吉言。再见。还是别见了吧。如果我再见到你的话，一定不会放过你的。哎，你不是有密码吗？外卖送到了，你一定还没吃晚饭吧？一起吃吧，就当补偿那天你没吃完的面。进来。
有小龙虾吃了。你今天不用去上班啊？真香。其实我那天是我不对。你哭了，我应该陪在你身边。林静，你真的不用处处为我着想，你这样我会觉得更无地自容的。薇薇，我知道你心里面多多少少还残留别人的影子，但我不在乎。人们不总说，你不知道拥有什么，直到失去之后。其实真相是，你一直知道你拥有什么，而是你从来没想过你会失去的。我体验过失去你那种痛彻心扉的感受，所以我不想再有第二次。好了，吃饭吧。来，我有点。尝尝。好。我帮你剥一个。我知道，他一定跟你在一起吧？你想说什么？没什么。郑薇，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人之将死，天也善”？你到底想干什么？你难道不来送我最后一程吗？师姐，你别做傻事。我等你。他要自杀？他骗你的。不可能，他根本就不像是在说谎。你就相信我，我打第一天认识他开始，他就天天给我玩这种小马戏。来，我们吃下。如果是真的呢？薇薇，薇薇，这傻孩子！哎。师姐，师姐。师姐，师姐，师姐，
1028，你怎么来的这么晚啊？你是不是疯了呀？你觉得这样的玩笑好笑吗？来都来了，来，坐在这儿，一起喝一杯嘛。怎么了？你不敢过来，是因为你的后援部队还没有到吗？既然我今天来了，我陪你喝一杯。但是走出这个门，我们还是没有任何瓜葛。我可以做你10分钟的朋友。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你说吧，我听着。郑伟，我们其实是2个世界的人，但是却因为一个男人联系在了一起，不是吗？你别跟我说，你想像电视剧里那样，告诉我，你跟他藕断丝连，怀了他的孩子。那样的话，我会觉得你特别搞笑，而且不是我想象中的没有脑子。如果我真的这么说了，你会完全不介意吗？我相信林静。你这么难过，还在一直祝福远方的那个他，我甚至希望我自己会是那个他。林静，对，你这么相信他，是因为你吃准了他爱你。男人的心总是硬的，但是有的时候却会为了某个特定的人而变得柔软。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活得很洒脱，但是遇到他之后，我的骄傲，我的自尊，我的一切土崩瓦解。我越来越爱他，可是他却告诉我，我很好，但却不是他那个可以共度一生的人，因为他不爱我。但是没关系啊，我可以等他，因为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爱他，所以我尊重他任何的决定。直到我们在国内再见面，我才发现，我根本就忘不了这个人。为了他，我放弃了我自己的一切，直到我一无所有，我才发现，原来我一直追求的，都只是我自己的想象，都是一些泡沫。
我是不是很可笑？其实，在感情里，你不觉得付出比得到更可贵吗？少爷，你怎么会这么幼稚呢？你说的没错，我就是喜欢他的幼稚、简单、善良、单纯。薇薇，我说的没错吧？他骗你的。现在你应该相信，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像你想象那么单纯。我们回家。梅姐，如果今天我死了，你会后悔吗？命是你的，请自珍重。走。如果你早点对我说这句话，该多好啊！不对，他是认真的。薇薇，我可以为了他死，你可以吗？医生，怎么样？我们进行了紧急的抢救，使用了一些升压药物。现在患者的血压、心率等生命体征相对稳定，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是手术还在继续进行，患者还处于麻醉状态，我们要继续观测评估，对伤口做最后的处理。谢谢。你听到了，没有事了。要不你先回去休息，我在这儿等。有没有想过，他要是真的死了怎么办？姐，一段感情里面，最折磨人的不是别离，而是那些美好的回忆，让人总是想站在原地，总以为还回得去。我看得出来，他对你的爱是真的。他为了爱你，甚至可以不顾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们都应该感到惭愧，不是吗？你想要说什么？我们都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去做。这段时间，我觉得我们应该冷静下来，好好想想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我先回去了，好好照顾他。薇薇，你相信我可以处理好他的事情，不会让他成为我们之间的障碍。只要我们真心相爱，没有问题会难到我们的，明白吗？
啊？你能面对现实吗？我不需要你一味的对我好，我也不需要你盲目的爱护我。这些问题都是真真切切摆在我们眼前的，不是你装作视而不见它就会消失的。但我问你，你想要静下的原因，真的是因为师姐吗？还是因为你心里忘不了的那个人？这句话在你心里憋了很久了吧？这就是我想跟你说的。我宁可你跟我争，我宁可你跟我吵，我甚至宁可你骂我一顿，都好过你这样一味的对我好。我跟你说过，你这样只会让我觉得更加无地自容。我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跟我争，可以跟我吵，可以跟我有真真切切恋爱关系的人，而不是一个只会百般呵护我的大哥哥。郑薇，如果今天你是另外一个随随便便的女孩子，我会对你掏心掏肺吗？如果不是从小我们青梅竹马，不是这么多年来我看着你感情上受到一次次的伤害，我会这样对你吗？谁没有脾气啊？我也伤心，我也难过，我也会嫉妒。但如果我们两个人有一个人注定要遭受折磨、忍受痛苦的话，我希望那个人一辈子都是我。你难道还不懂我的心吗？他怎么办？哎，老于，你快点！哎，慢点，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哎，还挺怀念这儿，我都舍不得走。我看你是苦日子过惯了，过不习惯好日子是吧？要不你继续住在这儿，我和老于去住单身公寓。想得美！你好好去你的工作室守门吧你。哎，你说，突然间离开了，还真舍不得。这里承载了我和老于的奋斗史。是啊，谁能想到你们这两个健大的高材生，再加上我这么个著名的教授，居然在这种地方住这么长时间。出水才见两腿泥呢，我对你们俩充满信心。真的？太好了！哎嘿嘿嘿嘿！哎，我说老于，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娟儿没成为你媳妇之前，她可是我的姐们儿。姐们儿是吧？啊，姐们儿是吧？啊！哎，疼！你就贫吧你，走了。得嘞，走吧。走吧，走吧。哎。走！哎，老于，哎，跟上啊！哦。再见了。再见。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别过来哦。老师，哎，快点点。
行，再见，再见。好，慢走。啊，刘波。冷了吧？空调明天才能送到，明天就不冷了。太委屈你了，在这么个小工作室帮我忙。没有啊，我觉得挺好的，干的又是自己的专业，挺好的。哎，明天把这儿给领了吧。明不是，这太快了吧？还要反悔是不是？明天。可是那个结婚酒席那个，这些就算了吧，千篇一律一个样，都是花钱请别人吃吃喝喝的。到时候咱俩把这儿领了，请他们吃个饭就行了。你知道的，我一向是勤俭持家的。这太委屈你了，这我都跟你结婚了，受的委屈还少吗？是挺委屈的哈。阿正，还没恭喜你开了个工作室。我还没恭喜你呢，荣升总裁。我们喝一杯吧。咱俩有什么好喝的？你还是找别人吧，我这儿忙着呢。我找不到别人了。这嘿，提前坐啊。好嘞。哟，这大老板家就是不一样啊！这风景也太美了。哼，哎呀，喝点吧。哟，这红酒平时我可不舍得喝呀。没多少钱就喝吧。唉，老张，我知道你找我有什么事儿。你这人啊，什么事都放在心上，对自己要求还这么高，能让你难受的人啊，我看也没谁了。哎呀，哟，那不是薇薇的宿舍吗？说实在的，我算是看着你们俩一路走过来的人。你和薇薇都是我的好朋友，感情是你们俩的事儿，我管不了。可是我看着你们俩不开心，我心里憋得慌。老张，他还住在哪儿的时候，我每天都能看见他。但是我却觉得离得他很远，不管我多努力，我都觉得我靠近不了他。你能明白这种感觉吗？
我们虽然只隔了一条河，但是我觉得我们好像隔了整个世界似的。阿正，算了，当初你走的时候，你就应该能想到，你们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你看看你啊，你现在住的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现在住的什么地方？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有些事儿不能强求。我从来都没想过，原来在这个世界上，懂我最多的人，现在会怨恨我最深。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你现在是得不到，你在想，如果你要真得到了，未必是件好事。男人，谁还没有个初恋忘不了？这不是我的初恋了，是磨练。刚才我们看的那个美人鱼暗杀邓超的那个情节，我觉得简直就和我们当年看的国产007差不多。是啊，我也还记得。这么多年过去了，周星星也老了。是啊。对了，你和林静怎么样了？也没什么事，只是觉得冷静一下对彼此都好。毕竟当时我们在一起，也的确是太冲动了。我想好好想一想，他更需要。真的是太冲动了吗？林静对你的好，其实你都感觉得到。得到一颗钻石，你只管好好戴就行了。为什么要纠结它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落到我手上？其实你不用担心啊，你们之间过去的感情、现在的感情，都已经足够让你们好好的过一辈子了。一辈子。像你和吴江那样的一辈子吗？微微，幸福就是求人得人。在我嫁给吴江之前，他就没有避讳过，结婚就是为了得到一个家庭。然而我也一样，所以我没有什么不知足的。软软，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今天我收到一条微信，是世勇发的。赵世勇，他找你干什么呀？他家里出事儿了，你还记得吗？软软，他现在出什么事情都跟你没有关系了。他告诉我，他离婚了。他结婚的时候就一声不吭，现在离婚了又发微信来告诉你，他到底想干什么？又在打什么鬼算盘？他再怎么不好，他也不是一个坏人呀。其实，他之前微信加过我好几次，我都没有理他。直到我听说他家里出事儿了，还记得我们分开的时候，他就像一个小孩子。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挺过去。虽然我帮不上什么忙，可是我想让他知道，并不是全世界都放弃了他。你怎么到现在都还在为他着想？软软，你现在应该感到庆幸，跟他结婚的人不是你。我要是他的话，我都不好意思出现在你面前。现在居然还给你发微信说他要离婚了。他还和你说什么呢？他说他想出国，完成我们年轻时候没有完成的梦想。走之前想跟我见一面，简直就是无耻！疯了才会去。你一定拒绝了是吧？微微，你说的没错，疯了才会去。可是我想去。我一直以为你的心就像古井里的水一样，原来你也只是把波澜藏在了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软软，你就算去了又能怎么样呢？你一直都很理智，难道到现在你都还看不明白吗？我知道去了不能怎么样，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怎么样。4年了，我过得也不差，我以为我忘了他，直到我收到他的微信，我听到他的声音，我才感觉我的血还是热的，我的心还在跳。就算他万般不好，毕竟他是我爱过的人，这辈子除了世勇，我再也爱不上了。微微，爱情是让人焚身的烈火，爱上了就会变成飞蛾。谁都知道扑进去就是飞灰，但那又怎样？100年之后，不管燃烧与否，我们都终将变成尘土。什么时候？周末，我们去看一个摄影展。
冉冉，等你回来，我的地下室项目应该也完成了，到时候我们一起去旅行吧。你想去哪儿啊？我们马上就30岁了，在30岁之前，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的疯狂一次，去做一些我们小时候不敢做的事情。走吧，师傅，火车站啊。师傅，麻烦你。喂，软软，老张啊，你在哪儿啊？我在外面，有事吗？哦，那我去家里找你吧。我有点东西想送给你。改天吧。那也行。软软，这也太巧了吧！嘿嘿。哎，软软，软软，软软，快叫救护车，快呀！软软，软软，你看看我，我是张凯。软软，你看着，软软，你快看，你看我把什么给你带来了？你给我投资的钱，我今天给你带分红来了。软软，软软，软软。这辈子除了试用，我再也爱不上了。软软，软软，软软，你别离开我！软软，还愣着干什么？快叫救护车！软，起来！你起来！你怎么回事？这是不是在里面？发生什么事了？不知道。别怕。喂，软软，就刚才我在去火车站路上啊，突然接到我前妻电话，她说她愿意跟我谈谈去帮我爸那个事儿，所以我跟她谈了一会儿。我现在就去火车站，好吗？你等我一会儿，好不好？你没来！你给了软软一个不得不负的约定，你居然没来！你是薇薇吗？是薇薇吗？薇薇，
软软人呢？他是不是不想接我电话呀？如果是这样，你跟他解释一下，你就说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马上就到，你让他等我一会儿，好不好？等你，他可能永远都等不了你了。等不了我？什么叫等不了我？什么意思？医生，很抱歉，我们已经尽力了。请问哪位是死者的亲友？死者。医生，你说什么？你再告诉我一遍。我求求你，你再说一遍。对不起，他已经死了。不可能！我求你了，你救救他！张开！你冷静点，放开我！我死了。你害怕吗？是车祸，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在法律上你没有罪，道德上谁也谴责不了。你只是有什么，即使他也到不了你的原谅和平。你可以好好的回去，继续好好的生活。赵世友，我想问你，接下来的日子你梦到软软，你心里会怎么想？如果我是你，我一辈子都不能安宁，我一辈子都可耻。那软软为什么不是你？让滚！这就是你爱着的那个男人，飞蛾扑火就是为了这样一个男人吗？妹妹，我真希望他不得好死，偏偏活得好好的，为什么？凭什么？妹妹，也许这对软软来说，未尝不是一种幸运。如果这场劫难是必不可免的，那他死在了到达掌管之前，这样他就永远都不会知道赵世友他没有来，他就永远都不会释怀。他的最后一刻想的还是赵世友在等着他，他心里是幸福。政委，我刚刚做完一台手术，听说软软出事了，究竟发生什么事了？死者家属，你终于来了，你终于不用忙着工作了。去看一眼你的妻子吧，接下来是你的事。我要回去了。薇薇，
还有句话让我告诉你，有一句话帮我带给薇薇。你说吧。告诉她，永远不要因为害怕就不再爱，因为在我心里，郑慧永远是那个为了爱有我之前的玉面小飞楼。在他的眼里，薇薇永远是一个为了爱一直勇往直前的玉面小楼。原谅我不能给你们安慰，因为我们每个人最终都只能自己舔着自己的伤口。